Hello，大家好啊！好耐冇拍片啊，今日主要就同大家講下中國誇大嘅航天成就。雖然文章講過，但係好需要有條片再講呢件事。10幾年前，2008年啦，中國就借助北京奧運去再鼓吹佢嘅民族主義，唔係鼓吹係再鼓吹，因為佢一向都鼓吹緊噶啦。咁對外亦都以經濟作為政治宣傳啦，目的只係想增強世界認同呢個所謂世界強國嘅形象啫。喺新聞度就不停咁樣重複報導佢哋所謂嘅天文成就，尤其是煩到嘔又含糊其辭嘅咩太空船對接任務。當時聽新聞完全唔明白太空船點樣對接，點樣接咗架船呢？原來一路都係講緊兩艘飛船嘅接合。呢個洗腦其實都幾犀利噶，好多人都真係完全洗到相信咩國家而家好強大，超英趕美啦，小日本追唔上啦，美國做到我哋做得更加好。咁呢個手法雖然係好老土啦，但係橋唔怕舊，最緊要受。喺香港嘅免費大台不停咁樣潛移默化洗腦，每日都喺度同你講神舟號喐咗幾多寸。遺憾嘅係大眾有如相信東江水係恩賜，冇中國俾水你飲你會死，呢啲顛倒是非半假嘅資料咁樣，呢啲咁嘅報導其實喺民間非常受落，冇得怪佢哋嘅。始終大眾對天文興趣有限，師奶阿伯睇完之後茶餘飯後就係梗係講句美國真係追唔上啦，祖國吐氣揚眉啊，背靠祖國一定發大達啦，咁。咁喺2012年，我有呢則留言喺 Facebook 就話美國又有無人太空船登陸火星啦 ，Voyager 1都已經去到121個 AU 啦。中國人就覺得喺大氣層度飛嚟飛去係超英趕美。咁講下咩係 Voyager 先啦。咁 Voyager Program 其實就係美國太空總署嘅探測計劃，當中就包括咗1977年發射咗2艘無人探測器啦 ，Voyager 1同2，即係航行者1號同航行者2號。咁喺1970年代末啊，就已經開始探測太陽系嘅行星。其中航行者1號咧就喺90年代已經超越咗速度比較慢，但係其實係更早發射嘅 Pioneer 10先鋒10號，成為距離地球最遠嘅人造物體啦。咁上面即係之前我寫嗰個 comment 係2012年嘅，嗰陣時仲係喺航行者1號仲係喺121個 AU， 拍片嘅今日咧就2021年嘅2月，佢就已經係152個 AU 啦。講咗咁耐不停 AU 其實咩嚟嘅咧？即係如果有睇天文嘅朋友，當然就覺得呢啲幼稚園嘢啦。咁我而家呢個 video 係俾啲唔知天文嘅朋友睇。其實佢係一個簡寫啊，佢本身係 astronomical unit， 個意思就係即係天文單位。其實呢個所謂天文單位就係好似光年咁樣，係個宇宙間嘅距離單位嚟嘅。一個 AU 就係由地球去到太陽嗰個距離。咁光速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應該大部分人都聽過啦，就1秒就可以環繞地球7個半圈咁樣。咁光速飛一個 AU 咧，即係光速飛由地球到太陽嘅距離都要8分幾鐘。咁宇宙嘅距離因為用光嚟做單位啊，咁所以成日都涉及時間、光速啊嗰啲嘢，都會涉及時間199。如果大家更加熟悉就係頭先我講光年嗰樣嘢啦，一個光年就6萬幾個 AU 啦，63000幾，我喺 comment 度打翻，我唔記得 exactly 幾多。咁以太陽系之間嘅行星嚟做例子咧，就海王星距離太陽就30個 AU， 冥王星就而家話佢唔係行星啦，但係都講啦，佢就離太陽40個 AU。咁 NASA 咧，美國太空總署其實個網頁咧仲係有即時資訊講俾你聽，航行者1號同2號而家呢個 moment 喺邊度，即係其實你可以隨時去 check 佢仲係喺邊度嘅。咁當時咧2021年我落呢個 comment 嘅時候都畫咗個諷刺嘅4格漫畫啦，咪真係好荒謬啊！咁但係當我一講出之後咧，就有啲大中華主義五毛網民怒非常憤怒地洗版。咁佢哋講咩咧？佢哋話啦，至少就已經超過英國咯，而且日本都做唔到2艘船對接，要登陸火星甚至載人登陸火星，中國可能係第一個國家啊！你 NASA 隻維京號飛去太陽系好簡單啫，中國要做梗係做到啦，中國嘅追趕速度咁快，你咁早下結論會跌破眼鏡㗎。以前唔係成日都話中國辦完京奧之後會好似前蘇聯辦完奧運之後崩潰嘅咩？
結果反而係美國自己金融海嘯先啊，即係冇典型啦，又會拉佢啲經濟問題。個就係有錢歪理都變真理。咁但係事實係點呢？先講呢個所謂日本做唔到兩艘船對接。事實係日本早喺2009年已經用緊自製嘅 HTV 貨運飛船同國際太空站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去接合㗎啦。咁去補給物資咁比中國仲早啦。國際太空站嘅主要部分其實係日本製嘅希望號實驗艙，呢個係當時最大最先進嘅太空實驗艙嚟嘅。更加重要嘅係日本嘅接合系統主要部分係自製嘅，而中國嘅對接系統就完全複製自俄羅斯，同嗰啲咩航母一樣，都係蘇聯年代唔要嘅垃圾。所以話接受咗中國嘅愛錯國教育就好似老閉塞咁樣，淨係會相信中國嘅謊言，對全世界嘅現實就視而不見。另外啦，中國嘅長征火箭用嘅燃料其實係劇毒嚟嘅，叫做偏二甲井四氧化二氮，可能讀錯嘅組合。主要燃料呢，其實即係國際嚟講，主要嘅火箭已經唔用呢個燃料啦，就改用冇毒嘅液氫液氧。所以中國每次發射火箭呢，都會嚴重咁破壞沿途嘅生態。96年長征火箭發射失敗，因為劇毒燃料爆炸就造成咗500幾人死亡。咁當然啦，後來官方文件就話淨係得6個人死啫。咁呢啲人點死嘅？其實主要都係中毒死。去到2007年同2011年啦，中國解放軍喺呢2年分別發射導彈去擊落一啲人造衛星。咁其實佢呢個舉動咧就唔係為咗去開發啲天文成就或者去做任何任務嘅，主要係攞嚟威嚇美國嘅啫。咁呢啲碎片其實就造成咗大量嘅太空垃圾，咁係非常之危險嘅。對於未來飛上去嘅太空人嚟講，亦都係污染咗呢個太空啦。咁呢個咁大嘅污染咧，環保人士就好似冇乜講過咯。咁其實軍事同航天競賽就唔係今時今日先發生嘅事嚟嘅，咁亦都肯定又會好多人會臭蟲論啊！次次講到中國有啲咩唔好，佢哋就會話美國都乜啦。咁但係其實咁明目張膽咁污染我哋共享嘅宇宙，而完全不知羞恥，或者根本就唔覺得係問題嘅，即係話佢表姐都唔過分。咁我將個鏡頭拉翻去，唔好中意踩，但係又要撲到去日本啦。日本個新幹線子彈火車技術發展咗30幾40年，喺咁多地震諸如此類嘅天然災害，日本都極少發生致命意外。所謂中國追趕速度好快呢句說話，其實背後係啊，可能係好快就做到日本子彈火車嘅速度，但係問題就層出不窮，一死啊幾廿人，甚至成車死晒都淨係準報幾十人死，甚至唔準公佈。一個只管炫耀唔將人命當係一回事嘅極權國家發展得越快，只會證明背後要犧牲受苦嘅人民越多。仲有啦，當時中國嘅太空人繪形繪聲咁形容，睇到香港嘅燈光一片片好感動，真係好似睇得好仔細咁樣。其實都係啲中國感情作文、政治宣傳嚟嘅。有個做測繪嘅地理學博士走出嚟話，其實冇可能睇到中國太空人所形容嘅所謂香港景象嘅喎，嗰個位。咁就俾一堆愛國愛港嘅親中無炮轟佢啦。呢件事就令我諗起細個嘅時候，有啲中文書講話月球上面望落地球度見到唯一嘅人造建築就只有中國嘅長城，其實都係假嘅。咁點解呢？就睇下以下資料啦。第一點，嗰艘太空船經過香港上空，其實就只有2012年6月16號嘅夜晚8點半，同埋2012年6月18號嘅夜晚7點41分2次，其餘日子其實都只係低角度掠過，即係算唔算經過就你自己決定啦。第二點，太空船個軌道高322公里，香港嘅直線尺寸其實就大概30公里，陸地有燈光嘅面積就更加細。如果你換做視覺大小，就只係有唔夠5度，即係其實你伸直手睇住自己3隻手指甲嘅大細。第三點，太空船秒速7.8公里，即係其實4秒左右就已經飛越香港全景。咁當然你見到香港嘅時間會長少少啦。咁第四點係最後一點啦。6月16號其實就係打風前夕嚟嘅，多雲有雨。
去到6月18號嘅夜晚，直情係颱風襲港。當時個颱風叫泰利，夜晚已經掛3號風球。咁當時嘅天氣報告你可以喺香港天文台網站揾到，我冇老吹㗎。咁所以嗰啲中國太空人見到啲乜嘢，有冇講大話就你諗你啦。呢啲自以為愛國，但係其實係愛錯國嘅人，日日都對住嗰套從火箭太空艙以至整套太空維新衣系統都抄足30年前蘇聯嘅聯盟號嘅神舟系統歌功頌德。如果你真係覺得呢個係中國自家嘅航天成就，咁你過1000年都淨係有抄人哋嘅水平。即係一邊就話自己係第三世界國家，要國際資助山區貧民有幾慘，另一邊又喺度起啲蝕錢嘅鬼城，即係冇人住嘅同埋啲鐵路嚟谷啲 GDP， 又去欺負周邊嘅小國，然後話自己係先進強國，但係連奶粉都做唔到，真係神又係你，鬼又係你。即使去到2019年，依然有外國嘅科技新聞，圖中呢個 screen capture 啦，報道中國火箭推載器墮落民房，釋出毒氣引發大火啦。咁中國至今依然用緊之前講過呢個劇毒火箭燃料，亦都講過啦，國際間已經一早用緊啲無毒液氧系列。咁點解中國仲用緊呢個乜燃料呢？其中一個最大原因係因為中國製嘅大推力液氧引擎技術未成熟。目前中國最先進嘅長征5號 YF77 推力15萬磅，成功率只有一半50%。對比翻1968年，1968年美國嘅 Saturn VF1 推力150萬磅，成功率係100%。即係換句話講，你連人哋半個世紀前嘅科技都追唔上咯。到最後啦，真心希望香港人同台灣人，仲有西方世界國家嘅人，唔好信足呢啲所謂中國強大咗嘅政治宣傳，俾佢引導思考去咩中國進步咗啊，中國係世界嘅將來啊，佢經濟好好啊，可以靠佢發達，信到足就對佢造成嘅問題視而不見。唔係我想咩都拉去政治，但係事實上好多嘢都同政治千絲萬縷，而政權利用航天成就、經濟增長、體育成績諸如此類嘅嘢去做政治宣傳或者外國洗腦，亦都唔係啲咩新鮮事。只係你去了解一下啲天文資訊，就已經見到呢啲國家點樣利用誇大嘅成就，去將國民同埋佢想吞併嘅小國嘅人民洗腦。所以大家真係要多啲思考，唔好俾所謂啲官媒嘅資料去誤導。